今天我们要聊一座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帝王陵墓——秦始皇陵。这座陵墓在地底沉睡了2000多年，虽然早已闻名于世，却至今无人敢将它挖掘开启。为什么所有考古学家都对它敬而远之？传言只因多年前一位德国专家用先进仪器对秦始皇陵进行扫描后，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究竟秦始皇陵里隐藏着什么，可怕到让现代科学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这座不敢开启的盲盒，揭开秦始皇陵迟迟不敢挖掘的秘密。公元前247年，年仅13岁的秦王嬴政登上王位，不久他便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这位日后的一统天下的始皇帝，生前奋6世之余烈，统一中华，死后也要打造一座与其地业相称的地下王国。根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在位37年中，有36年都在修建陵墓。传说他征调了70余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力，投入此项浩大工程，从统一6国后一直兴建到2世皇帝即位，1年半之后才宣告基本完工。整整近40年的时间里，无数能工巧匠在骊山脚下日以继夜的营建，才造就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陵。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漫山遍野的工匠和苦力在挖掘地基、搬运巨石，地下点起长明灯，工人在黑暗中布置机关，镶嵌珠宝，来自各地的奇珍异宝源源不绝运往陵墓深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让后人神往：地宫中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喜藏满之。也就是建造了地下宫殿和朝堂，里面陈列着大量珍宝和奇异之物，仿佛要将当时最辉煌的帝国缩影封存在墓中。更令人称奇的是，始皇帝不惜以匠心独运的方式模拟出整个天地河川，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陵墓内浇筑了大量水银来象征江河湖海。据说还设计了机关时水银江河川流不息，墓室穹顶上则镶满夜明珠宝石，点缀成日月星辰的天象，地面则绘制着山川大地的地理图，置身其中，如同进入一座地下宇宙。然而，这座地下王国同时也是一个杀机四伏的陷阱。史书记载，秦始皇下令工匠打造了精巧的机关弩箭，埋伏在墓中，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也就是说，一旦有人闯入墓室，触动机关，万箭齐发，让盗墓者命丧当场。为了绝对保护陵墓的秘密，始皇帝甚至还使用了可怕的手段。秦2世下令把参与修墓的工匠和嫔妃全部封闭在墓中，没有人能活着出去。种种传说令秦始皇陵自古就笼罩着死亡与诅咒的色彩。秦始皇陵究竟在哪里？根据史料和传说，人们很早就知道它位于今天陕西省临潼区的骊山北麓，但古人对这座陵墓是既敬畏又恐惧。据传秦朝灭亡后的战乱中，西楚霸王项羽曾对秦始皇陵起了贪念，史记和一些野史都有记载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的事。据说项羽派大将英布挖掘陵墓，有的传闻描述，当士兵们好不容易打开地宫入口时，突然机关触发，万箭齐发，射死了不少人。接着还有怪鸟猛兽般的东西冲出来撕咬士兵，听起来如同恐怖小说，但或许是当时的士兵被墓中涌出的有毒气体或飞散的蝙蝠等吓破了胆。项羽的军队仓皇撤退，只来得及劫掠地面建筑和随葬的部分财物，就一把火将陵园地表建筑付之一炬。直到今天，在秦陵封土周围还能找到当年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和残砖碎瓦。不过，多数历史学家相信，项羽并未真正攻入主地宫，因为秦陵主体位置极深，且有重重大阵保护。更强有力的证据是，现代科学探测发现秦陵地下汞含量异常之高。如果2000年前地宫曾遭焚毁打开，那么里头的水银早已泄漏殆尽，不可能还密封在墓中了。所以，始皇帝的地宫极可能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经过那次战乱后，再没有史料记载有人成功进入秦陵主墓。随着岁月流逝，陵墓封土渐渐被植被覆盖，远远看去只像骊山脚下的一座大土丘。秦始皇陵就这样在历史和传说中沉睡了2000年，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始终无人能揭开。时间快进到20世纪70年代，1974年，在秦始皇陵封土不远处的农田里，中国农民打井时产出了碎裂的陶俑和青铜箭头，震惊了世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俑坑被发现的时刻。很快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上千个真人大小的陶俑武士、战马和战车，栩栩如生地排列成军阵，守护在秦陵地宫之外。曾经只存在于史书想象中的地下军队，竟以如此壮观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秦始皇陵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一角。随后几年，陵园范围内陆续发现了多座大型陪葬坑，包括铜车马坑、真禽异兽坑、文官俑坑等等。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相继出土，证实了秦始皇陵不愧是世界第8大奇迹，其规模和富丽程度远超人们以往的想象。就在全世界为秦陵出土珍宝惊叹不已的时候，考古专家们却开始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高兴地挖出了这么多文物，其实同时也在破坏它们。以兵马俑为例，出土时每一尊武士俑原本都带有鲜艳的彩绘，有的铠甲还有精致的色彩图案。然而，这些彩绘陶俑一旦暴露在空气中，不出几分钟，颜色就开始褪去，几天内绚丽的色彩化为乌有，陶俑表面迅速干裂脱落。原来在地下密闭环境埋藏了2000年的七彩，一碰到现代空气中的氧气和微生物，就迅速氧化和剥离，让考古人员心疼不已。这犹如给所有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如果连兵马俑这样的陪葬坑开掘都会带来难以避免的文物损坏，那么想想主陵墓里那些可能更加脆弱珍贵的文物，一旦见了天日，结果会怎样？于是中国政府果断下令暂停对秦陵的继续挖掘工作，将重心转为对已出土遗迹的保护。秦始皇陵主体自此被列为严格保护对象，不主动发掘，成了专家们达成的共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它太重要、太独特，以至于当时的科技手段还不足以安全的发掘和保护它。这一等就是几十年。然而，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并未因此停歇。既然不能直接打开地宫，科学家们决定换种方式来窥探秦陵的内部秘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和德国展开了一项跨国科研合作，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MRI 对秦始皇陵进行无损探测。核磁共振本来是医院里用来扫描人体器官的高科技成像技术，简单说就是透过强磁场和射频信号捕捉物体内部的结构影像。考古学家们灵机一动，认为这套技术可以用在地下，不用挖开墓葬就能透视地底下的大型结构。德国在当时拥有全球先进的探地核磁设备和经验，他们很乐意和中国同行合作，来揭开秦陵的神秘面纱。1996年，中德科学家团队携带大型仪器来到临潼骊山，在秦始皇陵封土上布置探测装置，对整个陵墓地下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几十年前的扫描过程细节已不为外人所知，但据当年参与项目的专家事后透露的资讯，这次高科技透视取得了几项惊人的发现。一开始，科学家们就被地宫庞大的规模震撼了。扫描图像显示的地下空间比任何人先前预估的都要大得多。以往大家根据史料和封土大小推算秦陵地宫面积大概相当于几十个足球场，然而扫描结果显示，地下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结构，不仅有一个主墓室，四周似乎还分布着众多廊道和次级空间，范围远超主封土范围。有人形容整个地宫结构就像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地面看见的只是一座土山，但在地下有多层广阔的建筑群。根据后来更多物探数据推测，秦陵主墓室深埋在地下约30公尺，相当于10层楼的深度。墓室本身呈长方形，长约80米，宽50米，高达15米左右，相当于一座5层楼高的大厅。这只是主棺所在的地宫，而在其东西两侧各有长长的墓道延伸开去，仿佛通往其他区域。种种迹象表明，秦始皇陵的地下建筑之庞大复杂，超出了现代考古人员的想象，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屏息的是，扫描还捕捉到了大量金属反应的讯号，在地宫范围内分布着数不清的金属物质反应点，
而且排列相当有规律，绝不像天然矿物随机分散。科学家们立刻联想到史书上描述的那些机关利剑和暗器，难道这些正是2000年前匠人们布下的金属机关陷阱？如果说分布均匀的金属反应代表可能存在许多青铜制的弩箭、机械装置，那么毫无疑问，秦陵内潜藏的危险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大。毕竟古人制作的强力弩机可以保持长期待发状态，有记载说那些机关弩用了特殊材料防腐，或利用玄妙的结构延缓机件的损坏。即使经过2000年，谁也不敢保证这些机关完全失效了。一旦现代人贸然闯入，可能就会步项羽士兵后尘，触发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剑。这些扫描发现的金属构造，无声地警告着人们，秦始皇为他的安息之地设下的层层杀机，也许直到今天仍在守护着墓主的宁静。还有更诡异的发现，扫描数据中，在地宫的一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讯号，那空洞轮廓非常规则，不像天然形成的洞穴，更像是人造的密室或通道。它的位置又十分隐蔽，仿佛特意藏在主墓的一侧，这让研究人员百思不解。难道秦陵中还有尚未料及的密道？也许是为皇帝的魂灵准备的地下通路，或者是一座尚未发现的侧室。有大胆猜测称，这空洞可能就是传说中秦陵的密门所在。据说当年工匠完工后并未从入口出去，而是取到秘密通道离开地宫，避免触发机关。但这些都只是猜想，这处神秘空间的存在无疑让秦始皇陵更加扑朔迷离。最令科学家感到不寒而栗的一幕出现在扫描分析的最后阶段，他们发现了大量液态金属存在的迹象。仪器的读数显示，在主墓室底部和周围存在着大面积的异常反应区，推断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水银。当这个结果公布时，考古学界一片哗然，因为它完美验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原来传说并非夸大其词，秦始皇陵里真的储存了巨量的水银，仿佛千百条江河湖泊在地底静静流淌。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仿佛在向世人发出警告，秦陵地宫如今宛如一座巨大的毒气库，水银，也就是汞，在常温下就会蒸发出剧毒的汞蒸气。一旦我们打开陵墓，势必会使大量积聚的水银迅速挥发，一阵风卷过，可能就带来灭顶之灾。汞中毒的危险自不必说，哪怕吸入少量汞气，都足以使人神经系统严重受损，严重时甚至致命。而秦陵里这人造江河湖海究竟用了多少水银呢？保守估计也有数十吨之谱，有人甚至推测达到几百吨之巨。当然，也有专家质疑如此天量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地宫里的水银含量已确认远高于正常土壤背景值许多倍。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曾在封土钻取土样分析，结果就在封土正中央约12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汞含量异常升高。到了21世纪初，研究者再次在封土表面测量了氡气含量，汞会释放微量放射性氡气，结果依然显示有超长的汞挥发区域。这些科学数据与核磁扫描的结果相互印证，无比清晰地告诉我们，史书里那仙骨流淌的汞质江河，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始皇帝的脚下，而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轻率开启陵墓，外面的空气涌入，水银很可能会大量挥发扩散。到那时，不仅墓室中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中毒，浓重的汞蒸气还可能顺着地下水系统外泄，污染大片土壤和水源，那将是不折不扣的生态灾难。当年参与扫描项目的中外专家，据说在看到这些结果后，彼此面面相觑，背脊发凉。有人感叹道，幸亏我们没擅自挖。是的，幸亏他们先用了科技的千里眼探查，否则真要贸然打开陵墓，迎接我们的恐怕就是一场无法收拾的悲剧。秦始皇似乎早已料到后人会觊觎他的地下宝藏，于是在墓中布下了连现代人都胆寒的毒阵。2000年前的古人竟以这样阴冷的方式实现了对未来的遗毒。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仅仅因为有毒有机关，我们就永远不挖了吗？当然，水银和机关是最惊心动魄的两大阻碍，但秦始皇陵至今不挖，
其实还有更多综合考量。我们可以梳理一下目前公认的几大主要原因。第一，规模与工程难度前所未有。秦始皇陵占地面积之大，堪称帝王陵墓之最。考古勘测显示，整座陵园范围广达50-60平方公里，相当于70-80座故宫那么大。如此宏大的陵园，就算不考虑危险，光是发掘工作本身也是极其庞杂的系统工程。要将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墓葬、陪葬坑、建筑基址全部科学发掘清理，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有专家估算，按目前的人手和技术，可能要几代考古人持续干上百年以上，才能完成全部发掘。而主体地宫埋藏在离地面将近30米深的地下，周围还有3层地下水环绕。古人修墓时穿3拳的壮举让后人犯难，我们如果往下挖，极可能挖到地下水层，处理不好就会四面渗水，导致地宫被淹或者坍塌。当年秦人或许用粘土、砂石构筑了防水层，但稍有不慎打破平衡，就有溃洪之险。况且地宫上方覆盖着厚厚的封土和巨石结构，一旦挖掘，如何支撑上方结构，避免塌陷砸毁墓室，每一步都需要高度严谨的工程方案。目前的考古挖掘技术通常面对的是几米深的墓葬或遗址，要挑战这种深埋地下、规模复杂的巨型陵墓，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文物保护压力巨大。前面我们提到兵马俑彩绘保护的教训，秦陵地宫里埋藏的文物数量和珍贵程度可能远超陪葬坑。一旦开启地宫，无数陪葬珍宝从与世隔绝2000年的恒温潮湿环境中暴露出来，等于骤然进入当代地表的干燥空气中。这种剧烈的环境改变会对文物造成毁灭性伤害，漆木器会迅速干裂粉化，丝绸织物和纸绢文献会氧化成灰，金属器官遇到氧气可能腐蚀加剧。一些考古先例让人痛心不已。上世纪50年代发掘明代定陵时，由于技术不足，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字画和文献在出土后没多久就霉变腐烂，大部分无法保存，连万历皇帝的遗骨和棺椁都遭到破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段教训直接导致新中国几十年来再未开启其他明皇陵。由此可见，面对秦始皇陵这样级别的地下宝库，若没有成熟可靠的保护技术，轻易打开只会让无价之宝毁于一旦，成为历史罪人。当前虽然科技在进步，但仍然没有100%的把握，确保所有文物都能在发掘后完好保存。所以，在找到更有效的保护措施之前，宁可不挖，也绝不能带着后悔去挖。第三，剧毒水银与环境风险。这一点前面已详细说明，秦陵里的水银之多，足以让它成为一座巨大的毒库。考古队如果贸然进入，自己防毒是一回事儿，更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如此庞大的汞污染。一旦开挖过程中水银泄漏到周边土壤和地下水，将对环境造成长期危害。毕竟当地就在关中平原人口稠密区，稍有不慎，上百万人可能受影响。现代科技有没有办法迅速安全地回收几十上百吨水银？目前看来还没有。这有点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现场，甚至有专家比喻说，走进秦陵地宫所面临的生命危险，不亚于进入一个大型化工灾难现场。我们总不能挖个皇陵却搭上无数人员的健康和环境安全吧？因此在能完全控制水银之前，秦陵绝不能随便打开。第四，机关陷阱与结构安全。尽管有人认为2000年过去，机械陷阱未必还能运作，但谁也不敢赌这个运气。考古历史上不乏发生意外的例子，有的古墓开启时曾释放出有毒气体或机关坍塌伤人。秦陵内的机关规模前所未有，就算不会真的射死人，也可能因连锁反应破坏墓内结构和文物。比如某些机关若是大范围倒塌，会砸坏陪葬品，或者暗道突然涌水放灌，毁掉壁画等。我们连地宫详细构造都还没搞清，就贸然进去，等同瞎子闯迷宫，一步走错就可能触发陷阱，自毁长城。与其如此，还不如等将来探明结构后再安全排除。此外，墓室内部经过长期密封，空气成分与气压都异于地表。传说秦陵有燃点长明灯的人鱼膏，如果真有密闭燃烧，
那墓内可能氧气极低，二氧化碳浓度高，甚至存在易燃易爆气体。突然打开封闭空间，气流对流也可能引发爆燃或者坍塌。综合来看，进入秦陵如同进入满布机关的古墓迷城，非得做好万全的拆弹准备不可。第五，文化与伦理因素，敬畏与保留。中华文化历来讲求入土为安，对祖先陵寝怀有敬畏之心。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他的陵墓更被视作一处特殊的存在。民间甚至流传一些说法，认为秦陵涉及风水龙脉，不可轻易打扰。例如有人发现卫星遥感图上骊山地貌宛如一条盘踞的巨龙，而秦陵正好坐落在龙眼的位置。传说始皇帝选址于此，是笃信此处风水极佳，能护佑华夏千秋万代。因此，如果后人去挖掘，等于惊动龙脉，开罪天意，恐有不祥。这类说法带有浓厚的传奇和迷信色彩，但在民众心中确实增添了几分对秦陵的敬畏。另外，从法律和情感上讲，秦始皇陵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将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既然目前没有十足把握保护好它，那与其贸然开棺取宝，不如选择让它继续安睡。历史不会跑掉，秦始皇已经等了2000年，不差再多等几十年几百年。这种对历史的尊重与耐心，其实也是一种智慧。综上种种，可以明白为何秦始皇陵迟迟不敢挖，这并非懦弱保守，而是理性权衡后的审慎抉择。中国国家文物局早有明确原则，除非文物面临自然或人为毁坏威胁，否则不主张主动发掘大墓。秦陵地宫封闭良好，暂无危险，那就让它静静待在地下更为妥当。何况现在我们有了各种非侵入式技术，可以探索它的奥秘。例如，除了90年代的核磁共振扫描，近年科学家们还尝试利用遥感探测、地质雷达乃至宇宙射线谬子成像等高科技手段来绘制秦陵的三维结构，就像给这座古墓做 CT、拍 X 光片，在不开箱的情况下慢慢将它透视清楚。这些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相信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终有一日能掌握地宫内部的全貌，制定出万全的保护方案。秦始皇陵，这座凝聚了人类无数想象与传说的地下宫殿，如今依然静静地沉睡在骊山之下。德国专家的扫描让我们一窥其中的可怕秘密，庞大的墓室中潜藏着致命的机关与剧毒的江河，仿佛一位帝王在地下布下了永恒的誓言，不得无许，谁也别想进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当代人选择了尊重与等待，而非一味征服。在现有技术和准备不足的条件下，维持秦陵原状，加强保护与研究，无疑比贸然开挖更加明智。毕竟我们从历史中已经领悟，开启陵墓容易，守护文明却很难。留待将来某一天，当科技足以破解水银之毒，化解机关之危，我们或许才能以最科学安全的方式，真正走进这座沉睡的地下帝国。那将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时刻。想象考古队终于踏入地宫深处，灯光照亮的瞬间，映入眼帘的是2000年前灿烂瑰丽的景象。四周宫阙楼台林立，珍宝琳琅满目，水银铸成的河川在脚下蜿蜒闪烁，如星河倒灌。一尊威严的始皇帝雕像或真身遗骸静卧在潼关之中，凝视着不速之客。也许墙上还刻着秦代的文字，向后人倾诉着大秦帝国的兴亡秘辛。那一刻，人类将与埋藏2000年的历史直接对话。然而在梦想成真之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秦始皇陵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宝藏之一，它背后的故事和价值早已超越了一座帝王墓本身。当年的嬴政苦苦寻求长生不老药而不得，却意外地借由这座未绝之陵达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长生。他的遗产得以完整的保存1000年而不毁，或许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更加神秘而动人。总而言之，秦始皇陵为何至今不敢挖？答案已呼之欲出，不是不想挖，而是不能挖，不得不慎。无论是出于对未知杀机的畏惧，还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我们选择暂时止步于陵前，静待更好的时机。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座沉睡的地下宫殿终将在我们眼前重现光彩，那将是考古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在那之前，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意和对未知的敬畏，继续守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秦始皇陵的谜团仍在，更精彩的发现永远值得我们耐心等待。